他带着林一和他的助理去餐厅吃饭，而杜柔在家里精心准备了蛋糕和几个家常小菜。本来他不知道他有等他过生日，他回家的时候，杜柔已经在卧室床上躺下了，他也没有记起是他的生日。是在今天，他发现他不见了，这才注意到厨房垃圾里没有动过的饭菜和一个已经不成形的蛋糕，说不出当时他的心情，反正很错乱，不知道怎么办。你忘记他的生日？身为女人，林一知道一个女人最需要的是什么，其实不是钱，不是什么任何的东西，女人想要的很简单，就是一个男人的感情。杜柔该是很难过的，她才会想要出去散散心，让自己不怎么难受。林一，你知道他在哪里吗？不知道。他和杜柔虽然说是好朋友，可自从杜柔和陆浩秋结婚以后，杜柔鲜少和他说心里话。我想他会没事的，他只是出去散散心而已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林一只能这样安慰。陆浩秋嗯了一声，挂断电话，林一倒头扑进顾其东的怀里。你说杜柔会去哪里？顾其东想那个喊他东子哥的女人，总是看上去柔柔弱弱的，眼里带着丝丝忧伤。他回去幽静的地方。是啊，他是个喜欢宁静的人。林一虽然不知道杜柔和陆浩秋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可是他们的婚姻似乎并不幸福，他是希望他们幸福快乐的。翌日，阳光明媚，林一的手机闹铃将他吵醒了，睁开眼，映入眼帘的是顾其东壮硕宽阔的后背，他坐在床前，清晨的阳光被他挡住，更像是他赤裸裸着上半身置身于晨光里。在林一的眼里，此刻他的形象特别的俊伟。顾其东顺手将床头柜的手机闹铃关掉，开始穿衬衣。林一觉得也许是自己的眼神太过于灼热，顾其东转过头来，对着他露出一个温和的笑容。他瞧着林一红润白皙的脸颊，他的目光有些呆滞，他忍不住抬手捏了捏女人的脸蛋，还困，就再睡一会儿。语气宠溺有爱。林一咬着唇，撑坐起身，勾住顾其东的颈脖，全身贴在他的背上，轻蹭着他光滑的颈脖。其东，我们一直这样，好不好？你重新给我买个结婚戒指，好不好？林一低头看了看他手上一直戴着的结婚戒指，而他的不知所踪。沉默。第29章相亲宴会。林一紧了紧自己的手臂，他知道顾其东这个醋坛肯定是想起了一些不悦的事情，肯定还记着仇，记着他将戒指掉在浩秋那里。其东，戒指的事情我可以解释的，实际上次林一的话还没有说完，顾其东就打断了他要说的话，不用解释。他拉下他的手，站起身准备扣衬衣的纽扣。林一有些委屈地瘪了瘪嘴，抬眼睨了一眼顾其东，飞快地套上自己的睡衣，下床站在他面前，抬手替他扣纽扣。顾其东的动作顿住，干脆垂下手，任由着他替他扣，看着他纤细的手指微微灵活地动着，扣子一颗颗地扣上，可他漏扣了一口，很想要提醒他。瞧他小嘴扁着，像是他欺负了他一样，有些无奈，耐心地等他扣完。终于，他发现不对劲了，扣到最后没有扣子，他拧着眉头，神情有些懊恼。林一咬了咬唇，气恼自己连这种小事都干不好，重新将扣上的扣子解开。顾其东轻轻叹息，拉过他的后握在手心，现在如此这般，当初如何那般决然，扔掉戒指的动作都没有片刻的迟疑。他也是气的，气他如此不在乎那枚戒指。冲动是魔鬼。林一低着头，喃喃地说。他现在只能装小绵羊，装得越可怜，越是能博得顾其东的心疼。他想要结婚戒指，就得让自己柔和一点。看你表现了。顾其东扣上自己的衬衣扣子，看着他的头顶，轻笑。他想要吻他的发顶。林一呀了一声，倏地抬起头，正好撞上顾其东低下来的头，痛得他咬紧了牙。可想到顾其东的下巴应该比他更疼，他慌手慌脚地去揉顾其东的下巴，心疼不已。疼吗？顾其东看到他羞愧心疼的眼神，一定也感觉到下巴的痛意，可也没有拒绝林一的手。好了，戴差不多了，
他轻搂住她的腰身，让她的身子紧贴着自己，揉揉她的发顶，将她原本就乱的发弄得更乱了。四目相对，现在你去做早餐，吃完早餐我送你去上班。为什么是我做？林一问。顾其东放开林一，伸手磨蹭着无名指上的戒指，淡淡的说道：看你表现。林依依看到戒指，顿时瘪了气。好吧，为了一个价值不菲的结婚戒指，她要付出劳动。她的厨艺是相当不错的，不过半小时就做了2个三明治，还有2个黄灿灿的荷包蛋。荷包蛋的卖相是真好的。我想李婶可以退休了。顾其东看着桌上的早餐，感慨道：你把李婶的工钱给我，我就包了李婶的工作。林一将手里的牛奶放在顾其东的面前，摊开手掌说道。顾其东无视林一摊在面前的爪子，拿起牛奶杯喝了一口，斜睨着他：我想一颗钻石戒指应该够得上几年李婶的工资了。顾其东，我恨你。林一瞪了顾其东一眼，转身在自己的位置上坐下，咕噜咕噜地喝自己杯子里的牛奶，将心里的怒火熄灭。谢谢。林一，空腹喝牛奶对身体不好，他提醒。可是林一已经将整杯子的牛奶喝光了，他看看空空的杯子，又恨恨地瞪了顾其东一眼。这天的早餐就在这种奇怪的氛围下完成了。之后，顾其东送林一去上班。林一到了酒店，直接去了20楼的酒店大厅，站在酒店大厅外廊，瞧着装扮的红扑扑的大厅，心里有种等着看好戏的想法。一个个打扮精致靓丽的女人陆陆续续地进入大厅，她们相互交谈着，相互攀比，相互谈论着今天的服饰发型。这个盛大的相亲宴会让记者朋友都赶到了，抬着摄像机步入陆氏酒店。林一不想上电视台，转身要走，可一个看上去才10几岁的小女生拦住了她。小女生长得胖乎乎，肥嘟嘟的脸显得她特别的可爱，她还穿着蓝色运动服，很有青春气息。小女生瞧了瞧她胸口的挂牌，嘿嘿一笑：是林经理呀，林经理，你好，我是记者，我叫莫西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林一没有想到这个看上去年轻活泼的女孩会是个记者。林经理，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？莫西瞧着林一的脸蛋，越看越觉得熟悉，歪着头想着在哪里见过他，突然想起，你就是上次让顾总经理和陆浩秋先生为你大打出手的女人。对不起，我怕是无法回答你的问题了。林一脸一沉，绕过莫西想要走，他可不想再次成为娱乐报纸的头版。莫西抓着双肩包的带子，忙追上林一：别，我没有恶意的。林一停住脚步，面向莫西：我不管你有没有恶意，我都不会接受你的提问。转身就走，可就是因为走得太急，没看路，不小心脚撞上了路旁的花盆。好巧不巧的，撞上的偏偏是他昨刚受伤的腿。你没事吧？莫西忙将他扶住，进了旁边的包厢，让他坐下，又问了一声：你没事吧？林一皱着头，低头揉揉的脚，对着莫西摇摇手：我没事。莫西哦了一声，松开林一，从小包包里拿出一个圆圆的小镜子，照了照自己的模样。林经理，我长得不凶神恶煞啊。莫西照着镜子对着林一说道。啊！林一愣住。莫西转头对着笑笑，露出圆圆的苹果肌。我是说，你干嘛那么怕我，急着要走呢？还撞上路旁的花盆。林一有些无奈了，他见着记者能不跑吗？我是怕，你看，我就说你怕我吧。可是我这人真的不凶的，你不用怕我。莫西笑得十分的友好，就是不想让林一怕他。可林一对着他有些僵硬的笑容，实在是有些哭笑不得。记者小姐，我不叫记者，我叫莫西，莫名其妙的莫，不是东西的西。就是莫名其妙不是东西的莫西，呵呵。林一的额头划下3条黑线，这世上有人这样介绍自己的名字的吗？好，莫西小姐，我能走了吗？哎，你别走啊。莫西忙站起身，拦住林一，让他重新坐回椅子上去。林经理，我没有恶意的，你不要急着走嘛。今天的任务要是不完成，他回去可是要被主编骂死的，有可能连奖金都没了，
钱啊钱啊，跟谁过不去都不能跟钱过不去。何况还有某人给他的任务呢，为了他的奖赏，他不能放林一走。第30章，李郎啊，好吧，你有什么问题问吧。林一见他这么执着，无奈了。莫西一喜，从小包包里掏出笔和本子，一本正经地问道：林经理，你觉得这次顾总经理能在相亲宴会上相上意中人吗？哎，这个问题会不会很没有意思？换一个吧，林经理，你觉得这么多来相亲的人，谁更有可能被相中？这些女人林经理应该都不怎么认识，应该也回答不上来。那么，莫西挠挠头，想了一会了，林经理，你想不想要参加相亲宴会？林一彻底无语了，憋了很久，一句话都说不上来。林经理，莫西小姐，我不想。回答完毕，我走了。莫西坐在包厢里，看着林一走出去，耸了耸肩。你不想，不代表你不会去。他自言了一句，随后从小包包里掏出手机，接通了电话。李郎，我见到林一了。李俊对着莫西对他的称呼真是气得牙痒痒，不知道跟他说过几遍了，他就是不改。你给我看着他，时时刻刻向我汇报他在哪里。那你答应给我的好处呢？事成之后我会给你的。李俊是为了他东子哥拼了，答应事成之后给莫西一个亲吻。莫西从3个月前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李俊后，就死皮赖脸的追求他，一言为定。莫西对着手机亲了一口，随后跑出包厢追上林一。林一听到声音，转头一看见莫西气喘吁吁的跑到他面前，你还有事吗？没事没事，我随便看看。林一狐疑的看了莫西一眼，随后转过走廊回到自己的办公室。莫西依靠在办公室对面的墙壁上，有些无聊的玩手机，玩着玩着就翻到了他偷拍李俊的照片。他越看越喜欢，忍不住笑了，对着手机屏幕亲吻了李俊的照片。李郎，等着把自己洗干净送给我吧，哈哈，死了都要爱。手机铃声忽地响了起来，莫西吓得差点将手机掉在地上，他忙捧住手机。一看到是李俊的电话，他兴奋地递到耳边，李郎，你是不是想我了？我也很想你的说。莫西嗲嗲地朝着手机里头的李俊说道，据他的了解，男人似乎都很喜欢女人发嗲。李俊却被莫西嗲嗲的声音弄得鸡皮疙瘩掉了一地，他镇定了一下，才开口，感冒药，我现在在陆氏酒店门口，你告诉我林一在哪里？莫西瞧了一眼办公室的门，他在他自己的办公室里，还有你干嘛这么关心他，还让我跟踪他？你不会是喜欢他？我告诉你不可以，你只能喜欢我。李俊十分非常的无语，他都懒得和这个疯女人讲话了，直接挂掉电话，捧着手里的大礼盒赶往林一的办公室。当李俊走到办公室的门口，莫西笑呵呵地勾住他的手臂。李郎。李俊瞧了一眼莫西的手，冷声道，放手。现在他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，完全不需要和他客气。莫西听到李俊的口气，顿时觉得很委屈，收回自己的手，站在一旁。他是不撞南墙不回头，撞了南墙也不肯回头的人，谁让他从一开始就喜欢上了李俊呢？为了李俊，他倒是什么事情都愿意做。李俊推开办公室的门，见里面空无一人，脸一下子就黑了，对着莫西大嚷道，林一人呢？我刚才就想告诉你，他去 WC 了。莫西嘟着嘴轻声地说。莫西的话刚说完，就见林一出现在走廊的转弯口。李俊没有再理会莫西，拿着礼盒直接迎上林一，开门见山地说，嫂子，这是大哥让我给你的，让你穿上去参加酒店的相亲宴会。李俊的一声大嫂喊得可顺了，可林一有点懵了。你是？李俊见林一一脸懵然，心想他东子哥也真是的，把自己的女人藏得这么好，都不让我们兄弟几个见见，害大嫂不认识他。话说，要不是东子哥突然让他帮忙，他也没有想到，原来不碰女人的东子哥早就找了个漂亮女人。大嫂，我叫李俊。李俊露出妖孽般的笑容。林一看着李俊，忽然想起他就是上次送他父亲回老人院的男人，回了个笑，你好。大嫂，你拿着。
李俊将礼盒放入林一的手上，林一瞧着大大的礼盒，不明所以，他是打算让我参加他的相亲宴会。实际东子哥到底想要干什么，我也不清楚，不过我相信东子哥。东子哥他妈妈也真是的，东子哥都有女朋友了，他还操心着要给东子哥办相亲宴会。大嫂，宴会还有1个小时就开始了，你快去换衣服化个妆。李俊将林一推进办公室里，然后替他关上门。原来她不是你喜欢的女人啊。莫西笑道。李俊敛下脸上的笑容，这里没你的事了，你该干嘛干嘛去。李郎，你这是过河拆桥，说好要给我的奖励呢。莫西怒，撑着腰对着李俊喊道。明天给你。你说好的，明天我来问你要。你可不能耍赖哦。莫西笑，对着李俊摇摇手再见，一蹦一跳的走了。林一坐在办公椅上，瞧着桌上的礼盒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将其打开，发现里面是一件纯白色的礼服和一双亮色的高跟鞋，上面还附上了一张纸条，你说过会信我，说过我们要在一起的。简简单单的几个字，让林一不再疑惑、犹豫。不管宴会上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他相信顾其东，既然相信，那就赌一把。有些事情总是需要面对的。林一挽着李俊的手臂，缓缓走进宴会大厅。他化了淡淡的妆，微微斜睨着大厅内的众人，眼神分外的清澈明亮。今天到场的女人个个都盛装出席，看到林一不禁有自我对比了一下，有对林一露出惊艳目光的，有露出不屑的眼神的，当然有些人淡然毫不在意。第31章，突然的爆炸。酒店大厅门口来的媒体也不少，都被保安拒在门卫，闪光灯却一直不断的亮起。林一抚了抚腰身的裙子，侧头问向身旁的李俊，他什么时候会到？李俊看了看手腕处的手表，应该快了。我失陪一下，你自己找个地方坐一下。李俊想出去给顾其东打个电话，就先走了。林一找个了僻静的角落坐下，服务员走到他的身旁，递给他一杯酒，他接过轻抿了一口，抬头见看到夏薇然站在他面前。没想到林小姐你也会来参加。夏薇然今天打扮得格外的漂亮，黑色 V 领长裙，又露出性感的美背脊，光滑的颈脖处戴了一串亮丽的钻石项链，十分的美丽。我倒是不意外在这里看到夏小姐。林一实际不怎么想要理会这个女人，可是人家却是缠上了她。夏薇然在林一身侧的椅子上坐下，明目张胆地打量着林一今天的装束。林小姐，今天很漂亮。你也是。林一说的有些敷衍。不过情妇就是情妇，你难道还想从情妇升级成为祁东的妻子？别做梦了。夏薇然讥讽道。林一笑而不语，看着酒杯里倒映着自己脸上的笑容，手轻轻一晃，酒水微微荡漾。夏小姐，我一直坚信梦想成真这4个字。哼，夏薇然刚还想要说几句其他的话，却被其他的声音给打断了。安静，大家安静。主持人拿着话筒站在台前，要求所有的人静下来。现在让我们的顾太太上台讲几句话。张慧欣依旧是一身旗袍，不过今天是格外的喜庆，她穿了大红色的绣花旗袍，相当的贵气。大家好，很高兴你们能来到这里，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宴会举办的目的是什么，我在此也不再多说什么。再过5分钟，我的儿子就会来到现场，他会邀请你们其中的一位跳第1支。张慧欣说完，就听到下面的人一阵喜悦，都想要得到了顾氏集团总经理跳舞的机会。夏薇然站起身，瞧了一眼没什么反应的林一，转身就走向张慧欣，她跟着一众女人一样，都向张慧欣套近乎去了。林一静静的等，他等着顾其东的出现，想知道他到底是想要干什么。可5分钟才过了3分钟，大厅里突然一声巨响，什么东西爆炸了，整个大厅的人全慌了，尖叫声和哭喊声一片。不知道什么东西因为爆炸而着火了，火势越来越大，难闻的烟味蔓延在整个大厅内。血，好多血啊！惊慌失措的声音夹杂着火热燃烧的声音。林一倒在地上，艰难地撑起身子站了起来，他怔怔站着，
杂乱的吵闹声响，眼前是灰茫茫的一片，刺鼻的浓郁飘摇而上。大门怎么打不开？一声尖叫声忽地响起，顿时大厅内静寂下来，弥漫着死亡般的气息。这个大厅在20楼，唯一的安全出口就是大门，现在大门不知道怎么打不开，他们岂不是要在这里活活被大火烧死？快点打电话求救啊！怎么突然会爆炸的？有人想要我们死在这里吗？闭嘴，已经有人受伤了，快点找人来救我们呀！林一突然惊醒了，他呼喊着顾其东的母亲，他们不能死在这里，否则顾其东会很难过的。他不知道爆炸是怎么回事，现在也不是关心这个的时候，他要找到顾其东的母亲，撑到顾其东来救他们为止。顾其东一定过来的。一个高大的男人站在陆氏酒店对面的商业大厦内，瞧着20楼窗口冒出飞腾的白烟，他的嘴角露出一个兴奋的笑容。烧吧，使劲的烧吧。张慧欣，这是你应得的。这场爆炸和大火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，大厅里的台布、桌布、椅布都是他事先派人用石油浸泡过的，他不过是在桌子底下放了一个小小的炸药，引发了这场火。而酒店大厅的门，他早就让人锁上了。张慧欣，别等了，消防员和你的宝贝儿子怕是来不及赶过来了。顾少，前面堵车。司机对着坐在后座的顾其东恭敬地说道。顾其东眉头紧皱，有什么在心头忽闪而过，一阵难言的战栗，隐约觉得不妥，很不对劲，似乎有什么事情发生了，他却不知道。手中的手机响了起来，忙接通。东子哥，不好了，大厅突然爆炸，引发了火灾，现在大厅大门不知怎地打不开，林一和伯母都在里面。李俊心急如焚，他不过才出去一会，就发生了这样的大事。顾其东抚上心口，眉宇痛楚，顿了一秒，推门下车往陆氏酒店跑去。李俊，快点找人将大门给我撞开，我马上到。林一，你不能有事。顾其东赶到的时候，陆氏酒店火光冲天，耀眼的亮光盘旋在半空。酒店前一旁嘈杂声，顾其东觉得心口刺痛，推开众人往酒店内跑去。消防员已经将警戒线拉起，阻隔了人群，消防车、救护车、警车都停在酒店门口。对不起，你不能进去。顾其东被阻拦在警戒线外，却不听警员的劝说，执意往前跑去。喂，你不能进去，你这样会给我带来很多不便，我们正在施救。让我进去。顾其东双目充血，对着警员厉声道。警员被顾其东镇住了，傻傻没有反应，等顾其东冲进去了，他想要追上去已经来不及了。大厅的门被撞开，一股巨大的黑烟扑面而来，李俊扑倒在地，火热的气息朝他袭来，他艰难地往一旁滚过去。消防员在这时也赶到了，一个个的走进大厅救人。李俊撑着地面站起身，一阵咳嗽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伸手挥了挥眼前的黑烟。消防员将里面的人一个一个的背了出来，可就是没有看到林一。李俊心里着急，也没有任何的办法。顾其东想要快点找到林一，无法，竟冒险坐了电梯，电梯坐到15层他便下了。接着只有爬楼梯，因为不清楚他的处境，心微微颤抖着，汗浸湿了他的衣衫。他终于爬到了20层楼。有不少消防员背着人往楼梯口走来，却怎也不见林一，他心慌乱，往大厅内跑去。顿时火苗、热气、烟尘扑面而来，眼前红红的一片，视线有些模糊，根本就看不清里面的形势。林一，顾其东大喊，可里面嘈杂声太多，他的声音被淹没了。第32章火灾，东子哥。林一和伯母还没有被救出来。李俊痛哭。妈！顾其东朝着大厅吼道，心不受控制的慌乱，呼吸也开始困顿起来。顾其东不管不顾地跑进里面，李俊想要扯住他已经来不及了，里面的火势还没有控制起来，很危险。越往里面，浓烟越大，根本无法看到东西，呼吸也变得越来越困难。顾其东捂住鼻子，缓步上前，叫喊着林一的名字。火依旧燃烧着，还不断的有东西掉落下来。
顾其东感觉到手臂一阵焦灼的疼痛，他忙将手臂狠狠地一甩，将火星熄灭，咬牙继续往前走。林一，妈！林一找到了已经昏迷的张慧欣，将她抱在怀里，大口的喘气，可是呼吸越来越困难，她没有了一丝的力气，身子缓缓地下滑，依靠在墙壁边上，眼前都是白灰的一片，视线越来越模糊，她有些撑不下去了。用力的呼吸，想要努力的保持清醒。忽然，一股火苗子迅速地向他窜来，他反射性的伸手挡在眼前，手臂上有着强烈的疼痛感，火焦灼了他的肌肤。林一听到了声音，他猛地一震，祁东，我在这里。眼泪在这个时候夺眶而出，流满了整个面容。他四处张望着，可视线里除了白烟就是火光，心慌乱，却燃着希望。大厅里所有东西被燃烧殆尽，林一想要站起身，却无法，一阵晕眩，他努力地睁着眼睛。倏地，一双大手将他的身子一扯，身子被紧紧地抱在怀里，铁一般的肩膀将他整个人揉进怀里。祁东，别说话，我马上带你出去。顾祁东看到林一没事，他松了一口气。林一紧攥住顾祁东的手，让他看向躺在地上的张慧欣，你先带你妈妈出去。不是他圣母，也不是他有多伟大，只是不想让顾祁东的母亲出事，不想让他成为他们俩之间的一根刺。顾祁东紧握了一下林一的手，他的心思他明白，可让他在这种情况下扔他一个人在一起，他做不到。祁东，我信你。坚定的一句话。顾祁东眼睛一涩，从肮脏不堪的西装口袋里掏出一枚蓝色钻戒，是原本就属于林一的结婚戒指。他本来想要借这个相亲宴会，在他的母亲和所有的媒体面前将他的身份挑明，可怎知世事难料，他将戒指带入林一的无名指，他的无名指被火烫了，有些红肿。林一忍着疼痛看着戒指戴在他的手上。等我。林一用力的点头，看着顾祁东背着他的母亲冲了出去，晕眩再次袭来，火团也蔓延到了他的身上，他挣扎着想要熄灭身上的火星。突然上面掉下是什么东西，林一用尽全身的力量往一旁扑去，脚被什么压住，从来没有过的疼痛让他尖叫出声，哑了声音。他偏头看到火沿着他蜷在地上的脚上窜上，似乎可以听到火在他身上燃烧的声音。明明这里这么的热，他额头全满是冷汗，腿上的疼痛扯动着他的五脏六腑。这一刻，他感受到死亡的逼近。林一。不过片刻，他听到了顾祁东唤他的声音，他想要回应，喉咙干涩的发不出一丁点声音。祁东。突然一个熟悉的女声在附近响起，是夏薇然。林一一惊，夏薇然碰上了祁东，祁东，快带我出去，我的脚受伤了，好疼。夏薇然的声音有些虚弱，迷迷糊糊中，林一听不到其他的声音。死亡，好可怕，要这样死吗？全身的肌肤被火燃烧成灰烬，不剩下什么，真的不想死。林一身子一紧，被谁抱在了怀里？是祁东在喊他吗？林一努力地睁开眼睛，抬眸看向抱着他的人，熟悉的面容，却不是让他等的那个人，浩秋。林一，我马上带你出去。陆浩秋横抱起林一，往大厅门口跑去。大厅门口外，终于出来了，吓死我了。李俊看到陆浩秋抱着林一出来，一颗狂跳的心缓了下来。林一眯着眼睛瞧着外面的众人，他看到夏薇然被李俊扶着，张望了四周都没有看到顾祁东。祁东呢？林一问向李俊，嗓音沙哑。李俊一震，尖叫，东子哥还在里面呢。东子哥让我带着夏薇然出来，自己还在里面找你。林一心绞着痛，他要从陆浩秋的怀里下去，他要去找他。他以为他带着夏薇然出来了，以为他平安的在外面，原来没有，他让他等他，他去救他了。顾祁东，你不能有事，不能有事。陆浩秋抱着他不让他动，你别去，我去找。陆浩秋将林一放在地上，看了一眼担忧的众人，转身往里面跑去。林一靠在墙边，低头看着无名指的戒指，
眼泪一滴滴的落下。嫂子，李俊看着林一不停的掉眼泪慌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，实际他心里也担忧得很。过了大约10几分钟，陆浩秋和消防员扶着顾其东从里面出来。顾其东昂起头，看到坐在地上满脸泪水的林一，笑了。他艰难地走过去，在他面前蹲下身子，紧紧地将他抱在怀里，感受到他柔软的身子微微站立，胸前是他狂乱的心跳，咧嘴一笑，缓缓地闭上眼睛。林一忽然浑身一颤，他的手缓缓地从他的背后滑下，轻轻地垂在地上，再也不动。其东，第33章，在一起。医院，顾其东坐在病床上，手上绑着白色的绷带，一双凤眸瞧着病床上放着的笔记本，眼眸深邃如寒潭，闪过一丝狠厉。在一旁的郑子浩瞧见顾其东摄人的目光，身子不由得一颤，他抖了抖身子。郑子浩不知道顾其东想要看什么，却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露出这样的眼神。可这样看下去也不是回事，开口劝道：东子，你好歹是个伤员，是需要休息的，你从醒来就一直在看酒店的闭路摄像，不嫌累吗？林一还没醒吗？没有，估计是吓到了。哎，别扯开话题，我跟你说话呢。把你的手提电脑关了，休息。郑子浩说着就要去关顾其东的手提电脑。顾其东瞪了一眼郑子浩，郑子浩立马僵住，不敢再动。东子，顾其东盯着笔记本屏幕，抬头看向郑子浩，你觉得谁会想要害我母亲？郑子浩一懵，这不是意外吗？意外？有人特意安排的意外。我从视频里看到，昨晚有人拎着一个大包进入宴会大厅，半个小时才出来。是有人想要，郑子浩知道的是媒体播报这是一场意外，却不想原来是有人蓄意而为。我要查出这个人。那你觉得是谁？郑子浩话语刚落，李俊扶着张慧欣进来病房。东子哥，伯母吵着要我带她来看你。李俊小心翼翼地扶着张慧欣。张慧欣是被炸药炸晕的，实际上也没有多大的伤，就是吓得血压升高了。张慧欣在顾其东的床边坐下，瞥看着顾其东，心疼溢于言表。手怎么样了？还疼吗？妈，我没事，你回去休息吧。顾其东并不想要让他母亲知道有人想要害他，想劝他想回去。这些年，顾其东虽然并没有和母亲好好谈过，他再也错，也是他的母亲，他心里再生气，也从来没有恨过他。张慧欣在病房坐了一会儿就回去休息了。伯母回病房了，你是不是可以说了，你心里猜的是谁？郑子浩见门关上了，忙问道。能和顾氏结仇的，不过是一些商业上的败者，可输给顾氏的企业数不胜数，到底会是谁呢？顾其东伸手将手提电脑合上，他心里已经猜的一个人了，不过他还要确认一下。东子，你说说看是谁啊？子浩，这件事就不让你烦心了，我会处理。现在你最要紧的事情是帮我妈好好调理下身子，还有林一。顾其东掀开被子下床。你要去哪？郑子浩急忙扶住他。去看看林一。顾其东推开郑子浩的手，他还没有废到要让扶的地步。郑子浩看着顾其东走出病房的身影，哀叹了一声，顾其东从醒来就没有休息过，现在又急着去见他心里的女人。爱情真伟大。林一仿佛做了个梦，梦里有好大好大的火，顾其东在火堆里狂奔，似寻找着些什么，他嘴里喊着什么，一副焦急如焚的模样。火在他的衣衫上燃烧，他却不管不顾，满目着急。林一站在大火外面，挣扎着想要上前，可有一股力扯着他，让他不得上前。他尖叫哭喊，却怎么也跑不上去。顾其东坐在林一的床边，目光轻柔地落在他的脸上，贪婪地看着他的面容。他乌黑的长发散落在白色的枕头上，露出一张光洁的脸蛋，好像是做了什么噩梦，眉头皱得极紧，脸色也不太好，有些苍白，眼角有着淡淡的泪痕。其东，林一一声哭喊，猛地睁开了眼眸，映入眼帘的是顾其东一张疲惫的脸，眼里带着几分担忧。林一片刻的呆滞，
眨了眨眼，像是孩子一样扑进顾其东的怀里，面露狂喜。笑了突然又痛哭起来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。其东，其东，我吓死了，我害怕。顾其东只觉得颈脖处一旁湿热，怀里的女人紧紧地搂着他的颈脖，嘴里哭喊地说着什么。顾其东只觉得心软的快化成了水，轻扯过他的手，让他看向自己。林一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知道他吓到了，忙低头亲吻他的额头、鼻尖、唇角。林一缓缓地闭上眼，平复了心里的慌乱，深吸了口气，抬手去抓他的手。忽听到他一声抽泣，他一惊，低头一看，瞧见他绑着白色绷带的手臂。你伤到了，严不严重？没事，别瞎操心。顾其东忙拉过他的手，握在手心里，轻轻地揉捏，就是点小伤，倒是你的腿，要休息一段时间，也不能下地。林一这才注意到自己的脚也被白色绷带绑着，一动便疼。别动，顾其东厉声道。林一知道他是紧张，心里温暖，吸了吸鼻子，其东。轻唤他的名，心里再多的话都不适合在这里说出口。窗外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，夜色也暗了下去。顾其东瞧了瞧窗外的夜色，低头问道：饿了吗？林一摸了摸肚子，点头。顾其东要起身，他忙拉住他没有受伤的左手，我不想你走。心有余悸的吧，是担心他会离开他。知道他还在火场里没有出来的那一刻，他的心如死一样的寂静，甚至都忘了跳动。很害怕他出事，害怕他不在他的身边。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他会消失，哪怕在国外的5年，他也没有这么害怕过，因为知道他在那里，即使他在遥远的地方，至少知道他是在的。顾其东笑了，很幸福的笑，被人依靠，被人所需要，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。我只是打个电话，让李俊送点吃的过来。无奈只好与他解释。林一只是摇头，耍着小脾气，将头埋入他的胸前，嗡嗡地道：其东，我们很好了，我们说好在一起的。我们现在不就在一起吗？顾其东摸摸他的头发，他的黑发有些凌乱，他用手给他理理。林一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，他就是想和顾其东待在一块，就想和他说一些温暖的话。他伸手抱住顾其东的腰，紧紧的，不肯松手。顾其东心里是喜悦的，嘴角的笑一直扬着，可他一天没有吃东西了，现在再不吃点会饿坏的。林一，我饿了。他憋着嘴角，对着林一露出一副我很饿的神情。第34章，撞见和谐画面，你饿啊？林一忙手忙脚的想要下床，可是脚根本就不能乱动，他差点摔倒在地上。顾其东将他的身子捞起来，抱在怀里固定，正色道：不许乱动。他这样毛手毛脚，腿伤没有好，反而会越来越严重。林一嘟嘟嘴，有些委屈的皱了皱鼻子，你不是饿了吗？我就想着看看有没有吃的。人家是为了他好，他倒好反而凶他。医院里就病号餐，你想吃吗？顾其东小心翼翼地挪动自己的右手，刚才他差点摔着，他伸手抱住他，似乎有点伤着了，可不想让他知道。好吃吗？林一问，他还没吃过病号餐呢。你觉得呢？肯定不咋的。林一想想医院这么抠人的地方，净想着挣钱，怎么可能给病人提供美味的食物？医院的食物肯定特别难吃。谁说我的医院的食物难吃？郑子浩拿着2个餐盒推门进来，就听到林一说的话，心里那个郁闷啊。他还好心的给他们送吃的呢。林一摸摸鼻子，有些不好意思。谢谢耗子学长，正好我饿了。我看我还是把餐盒扔了。郑子浩听到林一叫他耗子，顿时脸一黑，他可不喜欢有人叫他耗子，耗子贼眉鼠眼的，他可一点都不像。拿过来。顾其东伸手。郑子浩双手奉上，东子，做兄弟的够意思了吧？顾其东将餐盒给林一，转头看向郑子浩，眉宇微挑，你有事？就一点小事，我在 A 市开了一家分院，想要顾少您投点钱。林一抬眸看向郑子浩，别看郑子浩这人长得老实巴交的，可心眼多，
现在就想要敲诈他家爷投资。先将方案拿出来，我从不做亏本的买卖。这好说。郑子浩见顾其东松了口，笑得可欢乐。笑着笑着，他又突然问道：你打算怎么处理这次的火灾事件？这可不是件小事，政府都介入了，媒体抢着闹着要采访你，都被我赶在医院外面了。这件事我已经交给齐南处理了。郑子浩点点头，这根本无需担心，顾家上头有人，顾其东他二叔就是某省省长，现在他堂弟顾其南也从了政，这些官场上的事情自然是不用顾其东操心了。夜色正浓，月光浅浅，一张不大的病房上挤着2个人，顾其东侧躺，怀抱着柔软的小女人，他的额头轻抵在她的发顶上，手隔着病号服抚摸着她的背脊，轻轻地拍着。怀里的女人睡得并不安宁，秀眉微微皱着，手紧紧地攥着她胸前的衣衫。顾其东的右手伤着并不能动，他只能用左手轻拍着她的背，低头在她的耳边轻轻地哄：林一，没事了。实际上，他怀里的女人外表看上去再怎么坚强，平日是像是长满了刺的刺猬，他的心却是脆弱，需要他的呵护。有人说，营养一段爱情的，从来不是时间，时间只是营养了感情，营养爱情的是感觉，营养感觉的是还未到手的东西。她已经是他的女人，他的妻子，可他对她的感觉，对她的爱，没有散去，反而越来越醇厚。一大清早，顾家老爷子就跑到医院来看望他的孙子，可进了顾其东的病房一看，病房上的被子整得整整齐齐的，根本就没有人睡过。他转过看向一旁的儿媳妇，人呢？其东他？张慧欣也不清楚，皱着眉看向迎他们进来的郑子浩。郑子浩看着这空空的床，想都不用想，这东子肯定是在林一的病房里。他本来是打算给他们安排一个病房的，可是考虑到张慧欣，他就没那么干。可顾其东还是去了林一的病房，他也没有办法。老爷子，我想我知道东子在哪，我去把他找来，您在这先坐着。张慧欣瞧着郑子浩躲闪的眼神，猜到了他的儿子跑哪去了。他早听说了那个女人也受伤了，也在这个医院里。我跟着你一起去。别，伯母，你身体还虚弱着，你还是陪老爷子坐会儿。郑子浩忙伸手拦住张慧欣，他可不能让顾其东的母亲跟着去，去了不知道会闹出点什么事情来。你就别跟着去了，身体不好，别乱跑动。老爷子开口，张慧欣也不再多说什么，有些不甘心地在沙发上坐下。郑子浩忙走出病房，对着门口站着的护士说道：赶紧去泡2杯茶送进去，别让人干等着。护士听了，忙点头去准备。林一的 VIP 病房内，这一晚顾其东睡得并不好，早就醒了，瞧看着林一，见他睡着的眉头轻蹙，他忍不住为他抚平。见他微微转动身子要醒了，他低头，唇落在他的额头，浅浅的吻。林一睁开眼，抬眸瞧他，笑，扭着身子往他的怀里钻，缩成一团。小心你的脚。林一了一声，算是回应。顾其东看到外面的阳光明媚，很温暖，比得上他怀里的人儿。他勾起他的下巴，林一怔怔地看着他，见他的眼睛温柔似水，他不等顾其东动作，便仰头吻上他的唇。当柔软的红唇附上他的唇时，顾其东身子微微一颤，转而夺回了自己的主动权，轻轻地吻他，不带一丝的欲望，有的只是对他的爱意。郑子浩推门进来的时候，看到就是一幅极其唯美的画面，男人轻搂着怀里的女子，专注用心地吻着她，动作轻柔。郑子浩不禁看痴了，顾其东好像又变回了那个温文尔雅谦和的男人，连他的吻都是那么的君子。和煦的阳光洒在他们身上，笼罩上淡淡的光晕，温暖而唯美。第35章，她怀了。顾其东眼尾扫视到了郑子浩，迅速地将林一的被子扯上，扭过看向门边的人，眉宇一挑，有事？他并不习惯在其他人面前和林一亲热，也不喜欢被人看，难免脸色有些难看。
林一倒是没有一点正常女子羞涩的神情，大方地笑看着郑子浩。郑子浩反而被他弄得不好意思，低下头假意咳嗽了几声，说：东子，林一还不适合做剧烈运动，你悠着点。这话一说，本来不以为意的林一脸蛋唰的一下子就红了。我知道。顾其东还一本正经地回道，让林一气得拧住他腰身的肉。啊！顾其东没有想到林一会来这么一招，吃痛惊呼。郑子浩看着这两人之间的互动，大笑，不怀好意地说：昨晚太激烈，闪着腰了。去你的！林一吼道。顾其东揉了揉被林一扭过的腰，这才抬头看向郑子浩，严肃地问：说吧，什么事？你家老爷子来了，和你妈一起在你的病房里等着，你赶紧过去应付一下。顾其东并不意外，翻身下床，理了理身上的衣服，转头看向床上的女人，见她转着大眼珠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我先去看看，你再睡会。林一乖顺的点点头，躺回床上，将被子扯到自己的下巴处，眼睛看是看着顾其东。顾其东泄气的叹了口气，对着郑子浩道：你转过头去。十足的命令口气，郑子浩听着不爽，可还是转了过去。顾其东望了一眼郑子浩的背影，才转过身看着床上的女人，低头亲吻了一下她的唇角。再睡一会儿，你醒来的时候我就回来了。林一用力的点头，然后闭上眼睛，听他的话继续睡。顾其东看着面前的女人，睫毛一闪一闪，忍不住笑了。她呀，就是个怪脾气的女人，你对她柔和吧，她对你更柔，温柔的可以化作一滩水。你对她来硬的，跟她吵，跟她闹，她比你吵得更凶，闹得更厉害。偏偏她就是看上了这个女人，从此误终身。看不下去，东子，赶紧跟我走吧。郑子浩早在顾其东转过身的同时也转了回来，看到了顾其东亲吻林一的动作，他就知道这个男人骨子里还是那种看重礼数的人，什么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啊。想当年，他每次想要亲吻人家林一，都会让他们一众兄弟转过身去。到后来，找着机会整他们俩，他就出了馊主意，让顾其东当面和林一激吻。顾其东沉默表示反对，反倒是林一捧着顾其东的脸，对着他一阵狂啃。顾其东和郑子浩一走，病房里空荡荡的，特别的安静。林一缓缓地睁开眼睛，他根本就睡不着了，也不想再睡。听到顾其东的家人来看他，他不免有点忧伤了。他的父亲在老人院里，神志不清，他也不想让他担心。还有他的哥哥，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里。顾其东的亲人在法律上也是他的，可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存在，也就不可能过来看他。也许知道了，反而会逼着他和顾其东离婚。约过来半个小时，病房的门被从外面打开，林一兴奋地坐起身，以为是顾其东回来，抬头看到来人时，他的笑容僵住了。真的是你？林一顿在那里，不知道怎么说话。他一丁点都不想和顾其东的母亲谈话。怎么了？腿伤着了，喉咙也哑了。我不是跟你说过离我们家祁东远一点，你倒是一点都没有听进去，还拽着我们家祁东不放。林一，你说吧，你到底想要怎样才肯离开祁东？张慧欣拉过一旁的椅子，坐在林一的床对面。林一瞧着顾其东的母亲，穿着淡黄色旗袍，面色有些苍白。早就听郑子浩说过，顾其东的母亲没什么伤，只是受了惊吓晕了，血压跟着上升了，身体没事，现在就来他的面前找他的茬了。顾太太，我怀孕了。林一低头摸着肚子，轻声道。什么？张慧欣猛地从椅子上站起，双眼圆瞪着林一，震惊不已。林一不过是开个玩笑，想要看看张慧欣的反应，真精彩。他正想要开口说清楚，可顾其东突然进来了，打断了他要解释的话，酿成了一个极大的误会。你怀孕了？顾其东快步上前，走到林一的床边，紧张地看着他。张慧欣见自己儿子进来瞧都没有瞧自己一眼，气得冒烟。不就是个孩子，你想要，有的是女人为你生。妈，
怎么这个女人怀了孩子，你就连妈都不想理会了是吧？何况这个女人怀里的孩子指不定是谁的呢？张慧欣说话这时间，正好陆浩秋从外面进来，他伸手指向陆浩秋，我看有可能就是他的。陆浩秋一头雾水，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，不解地看向林一。林一气得想要咬人，顾太太，您侮辱我可以，可你别侮辱你儿子。如果你儿子连他女人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都不知道，那他估计连自己的妈都不知道是谁了。你这个尖酸刻薄的女人！张慧欣听着林一的话，气得声音都发颤了。我是绝对不会认你肚子里的孩子的。林一轻笑，不好意思，不需要你认，我肚子里孩子的爸认就行了。张慧欣瞧着林一得意洋洋的样子，气得咬紧了牙关，转头看向自己的儿子顾其东。这两女人之间的战争，一个男人夹在中间是很痛苦的，尤其是两个女人正吵着激烈，想要拉拢你的时候。顾其东也是普通男人，这个时候他也为难，妈，林一她怀孕了，您别吵了，行吗？你这个不孝子，你现在有这个女人，有孩子，就不要妈了是不是？不是。林一瞧着顾其东皱着眉头，苦恼的样子，也心疼。可这个时候他孤立无援，如果连顾其东都帮着他，他就更无助了。第36章根本就没有孩子。顾太太，医院里需要安静，并不适合大声喧哗。陆浩秋算是听明白了，林一怀孕了，不知怎地心情有点不自然，说不上来什么感觉。张慧欣虽然因为仇恨变了不少，可骨子里还是个有修养的人。我最后说一句，我是不会承认这个女人和她肚子里的孩子。说完，他推开陆浩秋出了病房，出去透透气。他方才看到祁东和林一手上都戴着戒指，希望不是他想的那样，他必须找人去查一查。林一昨天昏睡的时候，陆浩秋来看过他，可酒店大火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，他又忙着赶回酒店处理，也就等到现在才来看他。林一，你怀孕了？陆浩秋问。顾祁东同样疑惑地看着他，等着他回答。林一不敢看顾祁东投来的目光，低着头想着怎么解释。既然怀孕了，就好好休息，我让人给你送点吃的过来。顾祁东扶着他躺下，体贴道。林一开口想要解释，可又不知道怎么说，很为难。林一，你怀孕了就休假了，正好酒店要停业整顿，你也就借此机会好好休息休息。陆浩秋将手里提着的花篮和水果放在桌上，我有机会会多来看看你的。那就不用了。醋坛子又发飙了，阴阳怪气地说道。林一觉得头疼了，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，已经坐实了她怀孕的事实，更不好让她开口说她没有怀孕了。而且方才顾祁东的眼神告诉他很高兴，他更加不想让他失望。可是不说，他又不可能造个孩子出来，迟早是要被发现了。我是林一的朋友。陆浩秋这边正和顾祁东开火呢，根本就没有发觉林一的脸色有些不太对劲。林一是我老婆。陆浩秋失笑，谁知道啊？你不就知道？有老婆了不起啊，我也有。那你把你老婆叫出来。顾祁东耸肩，一副胜利在望的神情。林一瞧着这两人斗嘴，朝着他们翻了个白眼，你们两个大男人真无聊，还不是你们女人逼得。陆浩秋无奈地道。顾祁东的话戳中了他心里的痛处啊，他老婆不在身边，他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哪里。回到家里，躺进被窝里，冰冷冰冷的，就忍不住想起杜柔在的时候。这些天想他是他每时每刻必做的事情。顾祁东，跟你说正经的，酒店的大火不是意外，为什么你要让媒体报道这是一场意外？还有，我在查谁是制造这个意外的主谋，可是没有线索。这不是个意外？林一惊愕。如果不是意外，就是有人想要害他们。这事你不用管，你只管养好身子。顾祁东淡淡地说。可是顾祁东看着林一一副很想知道的样子，语气忍不住硬了起来。我说了，不用你管。他并不想让他掺和这件事情，他只要他在他的羽翼之下，快乐幸福，没有忧虑。他的女人只要负责幸福就好。
为什么不让我知道？林一就不是个乖顺的人，顾其东越是不想让他知道，不想让他管，他越是想要知道，越是想要弄明白。顾其东脸色阴沉了下来，抓起林一戴着钻石戒指的手，你说过信我的。林一感觉到顾其东的手劲有点大，他的手腕有点疼，瞧着他无名指的闪亮的戒指，他妥协。我不问了。顾其东露出一个安抚的笑容，伸手抚摸了一下他的脸颊，轻蹭着。林一，你不要想太多，不让你知道，只是不想让你烦恼。这天，顾其东看着林一把整整一盒的饭全吃完了之后，把郑子浩叫了过来。郑子浩说不上大忙人，可也不闲啊，被顾其东叫了过来，忙问道：顾少，说说你有什么事吧？林一怀孕了，简明扼要。正在喝水的林一听到这话，差点将水喷出来。其东，其实我让你看看。顾其东对着郑子浩说。郑子浩晕，想要喊爹喊娘，大哥，我的亲大哥，我虽然说饱读医术，可我不是妇科医生，不是你让我看，我就能看的。不用看了，我很好，真的。林一忙说道，对着郑子浩使眼色。郑子浩瞧着林一挤眉弄眼的，不明白他什么意思。顾其东问，你眼睛不舒服？没有，就是感觉眼睛有点干涩。林一惊，忙低下头，假装揉眼睛。其东，外面天气挺好的，阳光也挺灿烂的，不如你扶我出去走走吧，我想晒晒太阳。好。顾其东点头。郑子浩双手插在白大褂的口袋里，懒懒地道，叫我什么事了呀？说着看向林一的肚子，既然怀孕了，那么改天做个 B 超吧。你安排一下。林一坐在轮椅上，顿时一股寒气袭来，他这是造的什么孽呀？给自己弄这个大意误会。不行，他得找个时机，好好的跟顾其东解释。顾其东推着林一走在医院的林荫小道上，周围不少病人在散步聊天。林一缓缓地闭上眼睛，感觉阳光的温暖。可不知怎的，突然感觉轮椅不动了。他睁开眼睛，转头看向推轮椅的顾其东，见他的目光停留在远处。林一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不远处的座椅上，一个母亲抱着一个婴孩，笑得特别的幸福。旁边孩子的父亲拿着奶瓶在逗孩子。林一看到顾其东的脸色特别的柔和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，心里不是滋味，更加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说她没有怀孕。其东，如果这个孩子不小心掉了，你会怎样？没有孩子，跟孩子掉了，是不是差不多？顾其东紧张地蹲在他面前，瞧着他的脸色，是不是感觉不舒服？我让子浩找个医生给你看看。没有，我没有不舒服。林一抬手捏住顾其东的耳垂，轻轻地揉捏，我就是随口问问。耳垂上有点痒，可顾其东没有拉开他的手，知道捏耳垂是他的小嗜好，他也不是所有人的耳垂都会捏。我不会让孩子有事。其东，孩子的事，第37章。大哥为什么会娶嫂子？每次林一想要解释，都会有人插嘴。这次插嘴的人是李俊。东子哥，大嫂，我去病房看你们，你们不在，我就出来找你们了。李俊是跑着过来的，后面紧跟着一个穿着亮黄色运动服的莫西，莫西还背着一个同色的双肩包，像足了一个学生。莫西手里还拿着刚吃完的冰淇淋棍子。林一疑惑地看向莫西，你们认识？李俊斜睨了莫西一眼，忙从他的身旁走开，从林一左手边走到右手边，表情有点不耐烦。别把我跟他扯上关系，我才不认识他。莫西拉着双肩包的袋子，瞪视着李俊，你算话不算话？你欠我的奖励还没有给我呢。什么奖励？林一实在是不理解他们俩在说什么，转头询问顾其东。顾其东耸肩，表示他也不知道。莫西走到李俊的身旁，屁股一撅，将他挤到了后面，开始对着林一解释，昨天早晨他让我去陆氏酒店监督你，时刻观察你的动向，答应后事成之后会送我一个热吻，可是他耍赖不肯履行。监督我？
这件事恐怕是顾其东安排的吧，他想让他去参加相亲宴会，所以让李俊事先做好准备，免得到时候找不到他。是啊，我明明做得很好，他就是没有给我奖励。莫西气愤地跺脚，一眼瞪向李俊。李俊当作没看到，目光巡回，看看这里看看那里，就似乎没有去看莫西。莫记者，你喜欢李俊？林一算是看清楚了，莫西喜欢李俊，可李俊似乎不怎么看得上人家莫西。你叫我莫西来了？是啊，我喜欢李郎。莫西笑看着李俊，他是越看李俊越喜欢。李郎？林一听着这昵称，顿时有点鸡皮疙瘩，感觉就像是小说《种田文》里面的男主名字。不过一个女孩家能这样毫不忌讳地承认自己喜欢一个人，是很需要勇气的，也说明了她是一个可以为爱不顾一切的人。林一顿时对莫西有了好感，觉得她是一个真性情的女孩子。李俊见东子哥和林一同时盯着他看，好像他犯了什么大错一样，真是让人不舒服。对着还一脸兴奋的莫西吼道：“感冒药，别叫我李郎，听着难受。不如你吻我一下，我就答应不喊你李郎。”莫西提条件。李俊很为难，咬着牙压低了声音说：“好，把脸凑过来。”“不要，我要这里。”莫西用手指点点自己的红唇，嘟起小嘴让李俊亲。李俊看到莫西嘴角边还没有擦干净的冰淇淋，瞬间不想吻了。他朝着顾其东和林一摆摆手：“东子哥，嫂子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”还是36计，走为上计。李郎，你别跑啊！莫西紧跟着也追了上去。林一好笑的看着追追跑跑的两人，转头看向顾其东，却见他一双黝黑的眼眸一直盯着他，不，应该说是盯着他的唇畔。你想什么呢？他轻问，心跳跳得很快。想吻你。顾其东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他，漂亮的薄唇轻轻吮吸着他的红唇。顾其东瞧着他呆愣的目光，瞬间咬住了他的唇，他呼痛伸手打他，他笑，撬开他的牙关，吻得愈加的深。一个吻，是心疼，是爱，更多的是想传递他对他的在乎。林一有些着迷，可想到现在是在医院外面，他猛地惊醒，娇喘道：“其东，好多人看呢。”顾其东停止了动作，抬头看向他痴迷情动的眼神，突然有些哀怨地说道：“我似乎在改成吃素了。”林一不懂他说什么，可当他粗糙的手指抚过他湿润的红唇，他顿时明白过来，娇羞地拍开他的手。他以为她怀孕了，怀孕了就不能做激烈运动。真懊恼，到底他怎么说才不会让顾其东失望，又不会让他生气呢？怎么了？皱着眉头。顾其东柔声问道：“是不是心疼老公，怕老公伤了身体？”林一无语，在外面再纯洁再正直的男人，在家里在心爱的女人面前就是个流氓，不会有顾忌，想说什么说什么。其东，听说女人怀孕的时候是男人最容易出轨的时候，你会吗？他就是一时好奇，顺口问问。谁知话一出口，顾其东的脸色就黑了。他捏起他的下颚，面带微笑，可林一觉得他的笑怪瘆人的，还不如不笑。林一，我不喜欢这个问题。林一点头，却发现自己动不了，只有眨眨眼睛。我知道，他的男人啊，喜欢吃醋，讨厌别人怀疑他的真心。有人会问，什么是爱情？其实，你认为爱情是什么样，它便是什么样的，是你所感觉到的，而别人没法给你答案。什么是爱情？你也许要用你的人生去找答案了。有人找到了，有人找不到。爱情不是科学，它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。如果有人问林一，什么是爱情？他会回答，顾其东就是他的爱情。林一住院休养。顾其东却没有太多的时间休息，顾氏这么大的企业，少了谁都不行，就是不能少了顾其东。林一在医院住了几天，本来还以为张慧欣还会来找他，可是没有。倒是李俊常来，李俊的身后会常跟着莫西，莫西这人挺有趣，让林一在医院的日子不至于太过于无聊。李俊去医院看望了林一之后，甩了莫西个小尾巴，直接跑去了郑子浩的办公室。抬脚踢门进去。
将正伏案写东西的郑子浩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我说李俊，你小子能不能别这么欠揍？我可不想出钱换办公室的门。